王东面对上官残，展现了他的隐藏实力。他手中突然出现了一柄古朴的昊天锤，散发出一种强大的气息。上官残试图用他的摄魂灵控制王东，但王东不仅没有被控制，反而以一种强大的金色光芒反击，使得上官残受到重创，摄魂灵也被破坏。王东的锤子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直奔上官残而去，但被一位魂圣裁判挡下。比赛结束，王东成功地为史莱克学院赢得了胜利。周老师和其他史莱克学院的成员对这场胜利感到震惊和激动。尽管史莱克学院的队伍在实力上不如对手，但他们凭借坚强的意志和努力，最终取得了胜利。这场胜利不仅是对史莱克学院实力的证明，也是对史莱克七怪坚韧不拔精神的最好诠释。周老师在这一刻泪流满面，他为史莱克学院的未来感到无比自豪，相信这些新星将支撑起学院的脊梁。而在远方，星罗帝国的皇帝也默默地见证了这一刻，摘下了冠冕。周老师和其他观众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他们对史莱克学院的尊敬和敬佩之情溢于言表。马如龙和其他战队的队员们也对史莱克学院表示了敬意，他们站起来向王东致敬，这是对史莱克学院不屈不挠精神的认可。王东虽然身体虚弱，但他的内心充满了释然，因为他知道正是霍雨浩给他的4级奶瓶中的残余魂力，让他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出决定性的作用。王东艰难地将霍雨浩和贝贝扛在肩上，尽管他的声音沙哑，但他的行动却充满了力量和决心。裁判和其他观众都被他的坚韧所打动，他们看到了史莱克学院队员们的不屈精神。王东最终挺直了腰杆，用骄傲的目光望向观众。赢了，我们赢了，史莱克学院赢了。王东的声音不大，甚至只是嘴唇在那里嗡动着，但是他那情绪的宣泄却瞬间在裁判一句史莱克学院胜利的渲染下，将台下的气氛点燃到了巅峰。史莱克学院的胜利引发了星罗广场上空前绝后的欢呼，观众们的激情如同海啸般汹涌澎湃，他们高呼着史莱克的名字。周老师在裁判宣布史莱克获胜后，激动地冲上台，紧紧拥抱着王东、贝贝和霍雨浩。作为一名老师，看到自己的学生们如此拼搏，他感到无比骄傲和感动。王东在周老师的怀抱中放松了精神，终于支撑不住，软倒了下去。这场比赛的代价是巨大的，史莱克七怪中有5人因之昏迷。和菜头也冲上比赛台，帮助周老师照顾伙伴们。这位平日里看似憨厚的魂导系学员，此刻也忍不住泪流满面。周老师将3人交给和菜头，然后站起身，他决定要为这些孩子们证明。他向裁判低声交谈后，接过扩音魂导器，向全场宣布了史莱克学院的真实情况。周老师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了星罗广场，他向所有人解释了史莱克学院队伍的真实身份，他们并非正选队员，而是预备队员。他们之所以代表学院参赛，是因为学院遇到了不得已的情况。周老师的这番话让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原本准备离开的皇帝陛下，都感到好奇和震惊。周老师的声音通过扩音魂导器传递给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讲述了史莱克学院正选队员在明斗山脉剿灭邪魂师带领的盗匪时所遭遇的不幸。那场战斗中，正选队员们为了保护商旅和百姓，勇敢地面对了强大的敌人。邪魂师的邪恶技能导致了正选队员的严重伤亡，甚至有人牺牲。由于时间紧迫，史莱克学院不得不派出预备队员参加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周老师的话语中充满了对这些年轻学员的骄傲和敬意。他强调，尽管他们年纪轻轻，但他们为了学院的荣耀付出了一切。他请求大家不要苛责这些孩子们，因为他们已经做到了最好。周老师的这番话让在场的观众深受感动，他们用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对史莱克学院的敬意。史莱克学院的对手们，尤其是正天学院，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竟然输给了一群年仅12岁的孩子，这让他们感到羞愧。而叶无情和叶儿仍然被冰封，无法被治疗魂师解除，这进一步增加了比赛的悲壮气氛。在医护人员和帝国魂师的护送下，史莱克学院的队员们离开了比赛场地。笑红尘和孟红尘兄妹俩在听到史莱克学院预备队员的年纪和他们所展现出的精神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笑红尘明白，史莱克学院的精神力量是他们所缺乏的，而这种精神力量正是史莱克学院强大的原因之一。孟红尘虽然不服气，但也被哥哥的话所触动，开始思考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为何如此执着。马如龙带来了史莱克学院的邀请函，邀请他们前往交流学习。笑红尘接受了这个机会。霍雨浩在昏迷中醒来，全身剧痛。他凭借强大的精神力检查了自己的身体，发现并无大碍，魂力也有所恢复。这种痛苦可能是因为冰帝动用了躯干骨的力量，连续使用了2次10万年魂骨的能力。霍雨浩开始运转玄天功疗伤，痛苦逐渐减轻。在霍雨浩床边，马小桃告诉了他获胜的消息。由于霍雨浩和其他队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周老师不得不通知已经恢复的差不多的马小桃，带耀恒和林洛尘3人来帮忙照顾。周老师向他们透露了比赛的真实情况，3人听后沉默，然后立刻加入到照顾霍雨浩他们的行列中。江楠楠也不得不照顾徐三石，尽管他并不情愿，
但徐三石的伤势和演技让他无法置之不理。霍雨浩在清晨醒来，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好了许多。马小桃一直在他身边守护，她穿着一身白色长裙，与平时的红衣形象截然不同，显得格外恬静美丽。霍雨浩对马小桃的关心和守护感到惊讶，同时也对自己的身体恢复感到庆幸。马小桃向霍雨浩表达了自己的责任感，他认为自己作为队长应该承担起保护史莱克荣耀的责任。霍雨浩在马小桃的鼓励下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霍雨浩注意到自己竟然一丝不挂，这让他感到尴尬。马小桃的玩笑让霍雨浩的脸颊更加红润，马小桃的笑声和轻松的态度让气氛变得轻松。他提醒霍雨浩洗漱并好好休养。就在这时，门开了，一个不速之客走了进来，正好看到了这一幕。这个意外的闯入者的到来让原本温馨的氛围突然变得有些尴尬。你们站在门口的赫然正是王东，从他的角度正好看到在伸懒腰的马小桃和坐在床上一脸通红赤着上身的霍雨浩。看着眼前的一幕，眼睛竟然渐渐有些发红起来。马小桃的轻松态度和幽默调侃缓解了房间内的尴尬气氛，她以一种姐姐般的关怀提醒王东不要胡思乱想，同时也关心霍雨浩的恢复情况。在确认两人都已无大碍后，她建议他们一起去吃饭，然后便离开了房间，留给他们私人空间。王东被马小桃敲醒后，意识到自己和霍雨浩都还年轻，不应该想太多复杂的事情。他自嘲地笑了笑，然后转而关心霍雨浩的状况。霍雨浩则因为尴尬而躲进了被窝，但他很快调整了情绪，急切地询问比赛的结果。王东坐到椅子上，带着一丝得意地告诉霍雨浩，是他自己的关键一击帮助队伍赢得了比赛。看着他一脸平静的表情，王东不禁好奇地问道：“我有2个武魂，难道你不吃惊吗？”霍雨浩哼了一声，道：“有什么可吃惊的？我早就知道了。”霍雨浩和王东之间的对话充满了轻松和幽默，他们之间的友谊在这种玩笑和打闹中得到了体现。霍雨浩对王东拥有第2武魂的事情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早就有所察觉，这得益于他们之间武魂融合的高契合度。霍雨浩的理解和尊重王东的隐私，不再多问。王东对霍雨浩的了解和信任感到惊讶，他没想到霍雨浩会如此理解他。在霍雨浩的坚持下，王东也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朋友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私人空间。突然，一股莫名的危机感袭来，霍雨浩的直觉告诉他，有人正悄悄接近。果不其然，一名老者的身影出现在窗外，他的到来并非善意。老者自称是星罗帝国的护国斗罗程刚，他质问霍雨浩是否为10大凶兽之一的化身。霍雨浩对此感到困惑，他不明白老者为何会有此疑问。程刚的魂力强大到足以封锁整个房间，让霍雨浩和王东感到窒息。霍雨浩试图解释，但程刚似乎已经认定了他的身份，决心要揭穿他。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霍雨浩的心中闪过一丝明悟，他意识到程刚可能是感受到了冰帝的气息，这才误以为他是魂兽化身。护国斗罗程刚紧盯着霍雨浩，自信满满地揭露了他的真相。他认为霍雨浩在比赛中动用了本源力量，从而暴露了自己真正的身份。程刚的武魂赋予了他敏锐的灵觉，使他能够感知到霍雨浩身上那一丝冰属性的气息。他甚至准确地猜出了霍雨浩可能是10大凶兽中的雪女或冰碧蝎王。霍雨浩对程刚的判断感到震惊，因为除了他并非魂兽所化之外，程刚的推断几乎完全正确。他意识到程刚所说的雪女很可能就是冰帝提到的雪帝，而冰碧蝎王无疑就是冰帝本人。这让霍雨浩对10大凶兽的排名产生了好奇。他惊讶地发现，即使是极北3大天王之一的泰坦雪魔王也未能入选，而40万年的冰碧帝黄蝎也仅排在第8位。程刚没想到自己运气这么好，认为捕获霍雨浩将为他带来巨大的收获。他想象着能够用这份收获换取一整套的超级魂骨，不禁大笑起来。然而他并不知道，他的判断虽然接近真相，但霍雨浩并非他所认为的魂兽化身。程刚坚信霍雨浩是10大凶兽之一的化身，他决定亲自验证这一猜测。程刚的魂力如同山岳般沉重，压制的霍雨浩和王东无法动弹。在程刚的魂力探查下，霍雨浩体内的天梦冰蚕、冰帝和伊老都选择了沉默，无法提供任何帮助。程刚的魂力在霍雨浩体内游走，试图寻找凶兽的气息，但最终他发现霍雨浩并非凶兽众修，而是真正的人类。这一发现让程刚感到困惑，他无法理解为何霍雨浩的冰碧蝎武魂会散发出冰碧蝎王的气息。霍雨浩冷冷地指出，自己从未声称自己是凶兽众修，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类。王东见状，试图缓和气氛，他以温和的声音向程刚解释，即使是封号斗罗也会有失误的时候，而且程刚并未对霍雨浩造成真正的伤害。王东的这番话和眼神暗示，让霍雨浩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冷静和尊重对方的地位是更为明智的选择。尽管霍雨浩心中充满了愤怒，但他也明白，与一位封号斗罗对抗并非明智之举。在程刚的魂力封锁下，霍雨浩和王东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程刚的误会和随后的愤怒让他们陷入了生死边缘。尽管程刚最终意识到了自己是搞错了，但他的傲慢和不屑让他们感到了深深的羞辱。
在程刚离开后，两人终于松了一口气，但霍雨浩心中已经种下了复仇的种子。霍雨浩在与天梦冰蚕和冰帝进行了一番交流后，了解到了10大凶兽的真正含义。他得知这些凶兽都是拥有极高修为的魂兽，而且并不包括海魂兽。冰帝对程刚的行为表示不屑，同时也提醒霍雨浩，他需要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伊莱克斯的声音再次响起，提醒霍雨浩尽快获取噬灵刻刀，这对于他们两人都具有重要意义。霍雨浩答应了伊莱克斯的请求，同时也意识到了自己在这场魂师世界中的渺小和无力。洗漱完毕后，霍雨浩和王东默默地去吃饭，他们没有将刚才的遭遇告诉任何人。他们知道，面对星罗帝国的护国斗罗，他们的声音太过微弱，这份耻辱，他们选择埋藏在心底，等待有一天，他们能够以更强的实力洗刷这份耻辱。护国斗罗程刚在星皇大酒店外，心情沉重。他原本以为自己捕捉到了一个凶兽化身的人类，却没想到一切只是误会。他的贪婪和冲动让他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对霍雨浩进行了探查，结果一无所获。程刚意识到，如果自己真的伤害了霍雨浩和王东，可能会给星罗帝国带来麻烦，但他也安慰自己，毕竟他并没有真的做出什么。就在程刚心中郁闷之际，一个冷冷的声音突然在他脑海中响起，声音的主人似乎在戏弄他。程刚愤怒地向西城门赶去，想要找出这个敢于挑衅他的人。他的感知能力在愤怒中被激发到了极致，但仍然无法发现声音主人的位置。当程刚到达西门外时，他冷静下来，开始用特殊的感知方式寻找线索。然而他仍然一无所获。就在这时，那个声音再次出现，指引他继续向西走。程刚感到不安，但同时也被对方的威压所震撼。他意识到这个声音的主人绝非寻常，可能是一位与他同级别的封号斗罗。程刚决定前往西边，他不敢怠慢，因为他知道对方的实力不容小觑。在前行了大约10里后，他遇到了一个看似普通的老者，这个老者正是饕餮斗罗玄老。玄老的出现让程刚感到惊讶，他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惹上了不该惹的人。玄老对程刚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斥责程刚的私欲，并表示要给他一个教训。程刚虽然心中不满，但面对玄老的强大威压，他知道自己必须接受这个挑战。他释放了自己的武魂，准备迎接玄老的攻击，同时也在心中暗自期待这场战斗能够让他有所收获。程刚在与玄老的对峙中展现了他封号斗罗的强大实力，9个魂环的威压让大地都为之震颤。然而玄老的一踏之力轻易地破碎了程刚的攻击，并将他震飞到半空中。玄老的实力远超程刚的想象，他甚至在没有使用魂力的情况下，仅凭纯粹的力量就压制了程刚。程刚在玄老的威压下，尽管拼尽全力挣扎，却始终无法挣脱玄老的控制。玄老的轻蔑和不屑让程刚感到前所未有的羞辱。在玄老的命令下，程刚不得不自己掌嘴，打了自己100巴掌。这不仅是对身体的惩罚，更是对心灵和尊严的极大打击。程刚在痛苦和羞辱中才知道自己的局限。他原本以为自己已经是顶尖的存在，但在玄老面前，自己是多么的渺小。玄老的离去让程刚独自面对自己的失败，他决定回去闭关苦修，以期有朝一日能够达到更高的境界。与此同时，霍雨浩和王东在吃过饭后去看望潇潇。他们站在门口，看到一位魁梧的身影正在细心照料潇潇，这一幕让他们感到温馨，但同时也明白现在不是打扰的好时机。他们默默地退了出去。周老师的到来为霍雨浩和王东提供了一个了解他们武魂融合之谜的机会。周老师首先表达了对霍雨浩和王东的赞赏，他认为他们打破了他对天才的定义，并展现出了比魂力等级更重要的品质。他提到了学院中的内院种子以及带滑冰的天赋，但同时也指出霍雨浩和王东的表现让他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周老师对霍雨浩的魂骨技能和最后的攻击能力表示了好奇，他感觉到霍雨浩在魂力控制上的强大，希望霍雨浩能解释是如何做到的。对于王东，他好奇的是王东如何让上官残的第4魂技失效并产生反噬，这显然是王东获胜的关键。面对周老师的疑问，霍雨浩和王东都感到有些为难，因为他们各自都有秘密。周老师理解他们的难处，他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他不会强迫他们透露。他鼓励他们珍惜天赋，努力修炼，以便在未来承担起可能落在他们肩上的责任。霍雨浩提出了他一直困扰的问题，即他和王东的武魂为何能够融合。周老师虽然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他提出了几种可能的解释。首先，他认为双生武魂的罕见性可能是他们能够融合的一个因素。其次，他提出了互补性的可能性，即霍雨浩的精神和冰属性武魂与王东的光明和力量属性武魂可能在某种未知的方式下互补，从而产生了武魂融合技。周老师的解释虽然不是定论，但为霍雨浩和王东提供了思考的方向。霍雨浩和王东对周老师的分析表示钦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武魂融合可能并不像之前想象的那么难以理解。周老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即他们可能拥有4个不同的武魂融合技，这让他们感到震惊和兴奋。周老师警告他们不要过于乐观，因为即使真的存在多个武魂融合技，他们在一场战斗中也不可能全部使用。
他建议他们在未来的修炼中尝试不同的武魂组合，以探索新的融合技。同时，他也提醒他们不要尝试同时融合3种或4种武魂，因为这可能会带来巨大的风险。霍雨浩询问周老师是否可以给他是灵克刀，但周老师拒绝了，他担心这可能会给霍雨浩带来危险。他建议霍雨浩在返回学院后，在魂导系老师的指导下尝试使用是灵克刀。告别周老师后，霍雨浩和王东回到房间，开始修炼以恢复体力。他们心中充满了对新武魂融合技的期待，尽管他们还没有开始尝试，但他们相信他们一定会成功。在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中，史莱克学院在循环赛的第4次出场备受瞩目。尽管他们在上一场比赛中取得了胜利，但代价惨重，观众们都在猜测他们今天是否能够参赛，以及是否能够再次创造奇迹。天空中细雨绵绵，为比赛增添了一份不确定性。史莱克学院的代表队终于出现在了赛场，但只有6人，重伤的潇潇和元气大伤的徐三石缺席。队伍中出现了一位新的面孔，冰冷少女林洛尘，她是史莱克学院的正选队员，拥有冰元素武魂的控制系战魂王。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马如龙注意到了林洛尘的出现，明白史莱克学院可能要派出正选队员了。贝贝作为队长，决定由林洛尘和霍雨浩2人参加团战，这让长宁学院的队长感到困惑，认为史莱克学院可能是准备认输。然而，林洛尘的冰冷态度和霍雨浩的神秘魂环让裁判感到史莱克学院并未放弃比赛。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长宁学院的队员们迅速释放武魂，展现出他们的实力。林洛尘也释放了他的武魂，准备迎接挑战。霍雨浩则站在他身后，准备与他合作，共同面对对手。尽管只有2人，但他们代表的是史莱克学院的荣耀。他们准备用实力证明，史莱克学院从未放弃过任何一场比赛。